先来看一组图像，这个呢是在讲一个爱情故事里边的3个场景啊。男孩拿着花和女孩去聊，这是3个场景，你注意这个一致性是非常强的。那再来看这个呢其实是同一个人物呢，他在同一个场景下做不同的事情。大家注意啊，整个人物的一致性、风格的一致性，包括场景的一致性呢，都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呢是一个真实人物的一个效果啊，而这个是转化之后的一个漫画风格的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转化的一致性也是非常好的。你看人物啊、场景，包括他穿的这个衣服，整个的姿态，对吧？都非常的棒。这个呢是设计的一个情侣头像啊，那这边是一个黑猫，这边是一个白猫，整个的风格啊什么的也是非常搭的。那这个是一个字体设计，那这个呢是一个室内设计。你注意它是同一个屋子里边的室内设计啊，你注意它整个屋顶、墙壁的这种风格，包括它壁炉的这个状态，其实都维持的非常好。这个是一个 PPT 的设计。这个呢是一个烟尘的效果，是不是非常棒？这个是一个火花的效果。这个呢是一个概念设计的效果啊，那这边有一个图案，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产品上面啊，这是一个手提袋。你注意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用一种 LoRa 做出来的啊，这个是重点啊，这个 LoRa 识别能力非常强。那我们大概能感觉出来啊，这个 LoRa 呢，它和传统的 LoRa 是不同的，因为传统的 LoRa 其实是在训练同一种人物，或者是训练某一种风格，但是你看这个 LoRa 它训练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内在的这种关联性啊，所以说这种 LoRa 我们叫做 in context LoRa，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下文的 LoRa。那这里边呢其实也提到很多的例子，它里边呢其实不是一种啊，它目前开放的是10种 LoRa， 比方说有这个 film story 啊，就是我们说的电影的这种故事版，有这种肖像的，有这个字体设计的，有室内设计的，还有这个 PPT 的，还有这个它叫 couple profile， 什么意思呢？就是情侣头像，或者就是两个头像啊，它风格是一样的。一般呢我们就是男孩和女孩，所以说一般叫情侣头像，对吧？下边呢还有一些视觉设计，它非常的棒。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技术上的是一个创新，所以说呢我就详细的读了一下这个论文。当然这个论文并不是我一点一点去读的，大家看一下这个论文，这个论文呢对于这里边内容呢说的也是比较多的。那当然我们去读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用 Germany 来帮我们读了一下。首先呢我把这个论文上传了一下，然后我会告诉他请帮我总结一下这篇论文。那他提到了说这个论文里边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啊，叫 in context LoRa。这个 LoRa 的核心思想是利用文本到图像啊，尤其是这种 DIT 模型啊，它有这种上下文的学习能力，也就是它有这种自关联的能力，不管是提示词还是图片。当然这是一个假设啊，但是后来证明这种假设是成立的，所以说它就利用图像拼接加上提示词合并，然后来生成了这种多图像的关联性的 LoRa。所以说呢，这种 LoRa 的优势呢，其实是简单高效的，而且生成质量是非常高的。那我看了这个说明之后，其实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啊，所以说我就又问他说，那这个 LoRa 和其他 LoRa 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他又总结了一下，重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几个啊。首先在应用场景上，我们说普通 LoRa 呢，它是利用单个的这个文本，也就是我们说的提示词，然后到图像进行微调，一般呢是针对某一种特定风格、主题或者是角色来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东西。而这个 IC LoRa 就是 in context LoRa， 它是基于多图像生成的，它的目标呢是在找这个内在关联的图像。它为什么能生成一个电影里边的3帧？它为什么能生成情侣的头像？那这个就是因为它在找这种内在的联系，对吧？所以说训练数据呢也是不一样的。训练数据呢 IC LoRa 是用图像集，也就是 N 张图片来作为一次输入作为训练数据的，而普通 LoRa 一般就是单个图片单个提示词，对吧？重点看一下总结啊，说这个上下文的 LoRa 它并不是一种新的 LoRa 技术啊，它是一种新的训练方式生成的一种具有特定能力的这种 LoRa， 而这种能力我们之前可能没有用过，所以说呢会觉得比较新颖。那这就是我们对论文的一个简单的概述，大家了解一下啊。那除了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项目主页之外呢，其实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在 GitHub 上的一个主页。
注意啊，项目主页和 GitHub 上的主页在很多论述上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比方说呢，它放出来的这个模型，其实论文上提到的模型要多，但是 GitHub 上提到它放出来的模型呢是10种，而且每一种呢都有一些固定的提示词模板啊，这个我们在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呢会给大家说清楚。另外的话，就是在提示词上呢也有所不同啊。比方我们简单看一下，比方这个 Film Storyboard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影的故事版，它这个模板呢是 Movie Shot。你注意中括号里边这个词和尖括号里边这个词啊，跟我们说那个语法有点像。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对吧？然后下边呢有3-1、3-2、3-3啊，这是这个提示词模板。那你再看这个论文上的这个 Film Storyboard 这个提示词模板呢就不太一样了，它没有那个 Film Shot， 这儿呢也不是那个 scene 一啊，不是场景一，而是image， 而且这儿没有尖括号。所以说呢，我们在用的时候用哪个作为标准呢？这个大家还是用 GitHub 上这个作为标准啊，这个我测过。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用这个提示词的形式呢，其实是能把所有 LoRa 的这个形态全部给它表现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下载啊，你可以通过这个直接去下载。那当然呢，也可以通过这儿。然后去下载也是可以的啊，在这个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提供的这10种模型，其实呢都是非常棒的。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怎么去用。它用的话呢，其实它这是提供了对应的工作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注意啊，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要是用的话呢，它会提供了这个 example workflow for ComfyUI， 也就是说提供了 ComfyUI 的工作流。这个工作流下载下来，其实呢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一看可能也清楚啊，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 Flux 的工作流。唯一不同的就是这儿加了一个 LoRa。那所以说它构建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啊。好，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10种 LoRa 的一个应用方法。你注意，每一种 LoRa 的话呢，主要是2个部分。第一个提示词模板，第二个分辨率啊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要生成多张图片。好，下面呢我们新建一个工作流，把这个给它去掉。下边呢我们新建一个 Flux 的基础工作流。别的呢我们都测过了啊，所以说这儿我就不用细写了。然后我们可以 Sampler 该连的给它连上。这儿接一个 Save Image， 这样这个基础的工作流就好了。下面我们调一下参数啊 ，Seed 呢我们就让它随机生成，步数呢我们可以给到25步或者30步，这样我们给到30步。CFG 当然是 1.0， 这个采样器呢是欧拉，然后这个是 Simple， 当然你用别的也行啊 ，DNOS 1.0，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 LoRa 的这个部分。LoRa 的话呢，你可以直接通过 LoRa Load 啊，然后来拿到这个 LoRa。这儿呢，我只加载模型。那所有的 in context 的10种模型呢，我们都在这儿。我们先看第一个叫 Film Story， 这儿连过来，这儿连过来，别的呢好像就没啥了。注意啊，这儿的权重我给的是 1.0， 下边呢就是提示词和这个分辨率，所以说我们重点呢是在改这儿和这儿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这个 Film Board Story， 然后呢我们调一下分辨率，这个分辨率是2048×1024，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也得换成2048×1024，宽高别调反了啊。下边呢我们来生成，大家看一下。哎，这个怎么出了4个是吧？应该是3个呀，我们看一下哪有问题啊。这个宽度不对，按注意是这个1024×1536。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3张图片啊。那我们简单看这个提示词啊，这个是在一个vibrant 啊，充满活力的一个节日的氛围当中，然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男孩，他叫 Leo，他有点害羞，他站在一个嘉年华的旁边啊，他可能呢还是有点害羞的这种微笑。另外的话呢，就是第2个场景就切换到了说他呢不敢去玩这个一些比较危险的游戏，所以说呢，
他的朋友们就在为他欢呼。那另外呢，就是他赢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毛毛熊，对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小孩的场景，在这个嘉年华里边。然后呢，他尝试去玩某些游戏，最后呢拿到了一个毛毛熊。那所以说呢，大家会发现这个整个的效果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当然呢，你还可以用别的场景啊，比方说这儿有我们说的那个爱情故事的那个，那你可以呢按照这个格式给它改一下，不要直接粘过来啊，因为它这个格式跟我们要求的是不大一样的。这个是爱情故事的一个场景啊，这是一个初恋的情景。第一个场景呢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在焦急的拿着一幅画，好像在等什么人，然后切换到这个人来了，就这个女孩过来了，然后呢到后来他们非常浪漫的坐在长椅上，相互的这个微笑，然后去交流，是吧？就这么一个场景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生成的效果。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有些问题啊，这个应该是男孩拿着花啊，不用去管它，我们看整体的风格。首先这种电影的这种场景感觉，是吧？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啊。那有人说这个东西可以和其他的 LoRa 进行结合吗？这个可以倒是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建议这样去做。比方说呢，我们给它加一个小红书的 LoRa，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加一个小红书的 Flexed VR， 然后权重呢我们换成 0.8。那这儿呢我们尽量的换一下啊，换成小红书的这个采样。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的 LoRa 的加入可能会使整个生成的那个一致性会降低，也就是说那个人物他可能看起来3张图片里边不太像一个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本身这个 LoRa 也会出现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别的 LoRa 加进来呢，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其实也是比较棒的啊。看一下，这是男孩拿着花，然后女孩到来，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去聊天。那由于我们加了小红书的 LoRa， 所以说呢，这个人物呢就非常自然的从这个西方人物变成了东方人物。我们这儿还是先把它 pass 掉啊，以免呢对我们后续的测试呢带来一定的干扰。下面呢我们继续往下走，这是第一个 LoRa 啊。第二个 LoRa 呢，我们给大家测的是这个，我们就挨着来吧。我们先测这个头像的这个啊，叫情侣头像。其实它不叫情侣头像 ，couple profile 其实就是成对的图像。我说情侣头像可能更容易去理解，是吧？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分辨率了啊，是2048×1024。这个是啥呢？这个是两只猫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两只猫。那关键字一个是 left， 一个是 right， 左边是一个黑猫啊，带着个领带，穿着个大衣啊，右边是个白猫，同样也有领结啊，然后有帽子，对吧？这个挺好啊。好，下边呢我们跑一下，左边这个啊穿着大衣戴帽子，右侧这个戴领结，这儿拿着放大镜，非常漂亮。这两个风格还是比较搭的啊，特别像这个一个情侣头像，对吧？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边呢，我们看是字体设计啊。字体设计这个其实我觉得用处不是特别大，它的宽高呢是1792×1216。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它是一个叫 pop art 啊。pop art 这怎么翻译啊？这个就是一种特定的风格吧。然后呢，4张图片嘛，所以说有4个定位的词 ，top left 啊，左上角，然后有 top right。bottom left， 然后 bottom right。我们简单看几个啊，比方说呢，左上角呢就是显示了一个字啊，这个字儿叫做 pop candy 啊，糖果。然后呢是用非常亮的一个粉红色，然后呢周围有一些圆点儿啊，大家看一下。然后第二个呢是显示了 sweet treat 啊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它周围呢是有一些糖果的示意图。第三个呢是显示的yum， 然后呢比较亮丽的一个颜色啊。第4个呢是 delicious， 然后后边是一个样条的设计，你看后边是这种样条。另外的话呢就是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方式。我不是做艺术的嘛，所以说我不知道啊这种东西对于真正的字体设计来讲是不是有效果。我个人的感觉呢不是特别的强烈啊，我只是给大家演示。然后呢这是一个家装设计，或者叫家庭装饰设计，或者叫家居设计。它的宽高呢是1444×1728，
同样是4张图啊。那我们看一下啊，你首先要明白生成的这几张图呢，它是同一个家庭里边的不同的角落，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墙啊，整个的风格，包括家具的风格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搭的啊。好，下面呢我们简单的看提示词啊。那第一张图呢，其实是有一个大的壁炉，然后呢有这个木头架子，上面放满了书和杯子，是吧？书和罐子或者杯子啊。然后右边这个呢，其实是展示了一个皮革的沙发啊，然后上面呢有这个格子的毯子，然后呢还放着一些靠垫啊，大概是这么个东西。然后呢是右下角啊，右下角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木质手扶椅啊作为主体的这个，然后而且是在一个桌子旁边，这个桌子上面呢有一个咖啡，还有一本经典的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咖啡好像没有显示出来啊，或者说这儿设计的不太对啊，但这个书的确是有的。第4个呢是比较适合阅读的一个角落啊，有这个皮质的一些靠垫之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窗户的风格、墙的风格、壁炉的风格，包括家具的这种风格、沙发的这种风格，它几乎呢都可以确定，它的确呢是同一个屋子的4张图，这种关联性呢是很强的。下边这个呢是一个插画的设计，而且是一种肖像插画，它这个提示词呢就有点固定了啊。那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直接先把这个粘上啊，然后看一下1152。乘1088，这个呢我们用的是 Portrait Illustration 啊，就是肖像的这个。我们先来看出来是什么效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其实呢稍微有点问题啊，就是背景没有出来，是吧？这个你回头抽卡自己试一下啊。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其实是2张图片，它叫 Two Panel Image， 然后主要展现了一种变化啊，就是一个写实的肖像到一个插画肖像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同时都捕捉这个细节和这种艺术特点。左侧呢是一个 photography 啊，就是我们说的写实的一个人物，然后站在一个熙熙攘攘的一个市场里边，戴着一个宽边的帽子，穿着一个波西米亚的长裙啊，然后有一个斜挎包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右侧呢其实你会发现指的是它是一个插画的这个图片啊，而且是左侧的这种艺术风格的一种夸大。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重点是写左侧，右侧呢其实重点还是说明它是左侧的一个插画风格，然后要突出它的服饰啊、装饰啊或者是细节这样的一个写法，这是我们说的叫肖像插画。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下边这个呢叫做肖像13441728，然后这儿我们换这个 in context， 这个我们用的是 portrait photography 啊，就是写实的这个。然后呢我们同样我们先看提示词啊，这个提示词呢它是一个 4 panel image， 也就是说是4张图片，然后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在创作一个画作啊，在他的这个工作室里边，左上角是他站在一个大的画布前边，然后呢拿着一个画笔，这个右上角啊是他坐在一个木桌的前边，然后也是正在构思他的这个画。然后右下角是他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去观察他的这个画作。右侧这个是他尝试用不同的这种风格和纹理啊，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画作的表现啊，大概呢就是这样4个场景。那我们看一下待会儿他生成表现的到底怎么样，大家看一下，真的非常漂亮啊。虽然这个女孩长得有点胖是吧？当然如果你希望是个东方人物呢，也可以把这个放开，这也是可以的。大家看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东方的一个画师啊，也非常的漂亮。下边呢，我们看 PPT 这个啊 ，PPT 呢，它的宽高要求的是1984×1152，看一下1984×1152。这个提示词呢，就是几张这个 PPT 的一个设计模板啊，然后把这个换掉，下边我们直接来生成。那我们简单看这个提示词啊，这个提示词呢，其实是在展示一个叫什么呀？叫农村风格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农村美食。然后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乡村的这种烹饪，这个关键的主题，而且是一种暖色调。
然后这儿呢需要将这个整个的准备过程啊，或者是这个流程啊，需要做一个组织呈现啊。然后这儿要显示一些这个辅助的产品以及配料，是吧？然后显示厨师的一些简介啊，就这么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非常漂亮，对吧？然后这是它整个的那个流程，然后这是一些配料。然后这个呢是厨师的一个简介啊，这是一个 PPT 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啊。下边这个呢，这个就是特殊的一些风格了啊，这个是主要展示这个沙尘的一个效果，这个我就解释这个提示词了啊，大家一看可能就明白了。然后是1408×1600，大家看一下，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效果啊，只不过就是上面和下边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下边这个有一个沙尘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其实还不是特别突出啊。下边呢我们看最后一个啊，因为这儿还有一个叫 Spark， 这个 Spark 跟那个 Sandstorm 这个差不多啊，就是火花的这个沙尘的啊，这个我就不试了啊。最后呢是视觉设计啊，宽度1472，高度1024。它这儿给的这个提示词稍微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这是一个2个图像啊的一个展示效果，然后呢，它这儿有一个 left， 然后没有 right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用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怪异啊。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大家稍微调整一下啊，就是别按它那个走，我们把这儿换成 left， 然后这个地方换成 right， 大写啊。那这样呢，这个模板可能用起来就更舒服一点。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就是它左侧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它左边是一个微笑的菠萝啊，而且是一个图形设计。这个商标的名字叫 Fresh Tropic 这么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字体设计。然后右侧其实是要把左侧的这个设计呢，给它放到一个购物袋上面去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就叫视觉设计的一个模板。那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的需求。哎，我们看一下啊，左侧呢是一个菠萝的效果啊，这个字体也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印到购物袋上去，这种关联性也是很强的，是不是非常漂亮，对吧？大家会发现啊，这个 Laura 就非常有意思。那我展示很多例子啊，是因为它有很多的 Laura， 而且我还故意忽略掉一个，因为的确是用的时间太长啊。但是我也非常的高兴啊，让大家看到这种新的 Laura 的用法，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也可以想想它用在你生活或者是工作的哪些地方会更加的有效果。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